华尔街简报，来自各大权威媒体与机构，专业的独特分析。耶伦在 SVB 会议后表示，对监管机构充满信心。Reuters，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周五与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货币监理署的官员举行了会议，讨论有关矽谷银行的最新发展。财政部的一份声明指出，耶伦表示完全相信银行监管机构采取适当行动应对，并指出银行体系仍然具有弹性，监管机构拥有有效的工具来应对此类事件。耶伦的会议是在有报道称，一家主要的技术银行矽谷银行因 Archegos Capital Management 崩溃而遭受重大损失之后举行的。据报道，该银行在2021年第一季度损失了7500万美元，其股价在亏损消息传出后下跌了 7%。监管机构可能会调查此事，以确保银行的管理和风险管理实践符合法规。矽谷银行 Silicon Valley Bank 和阿奇戈斯资本管理公司 Archegos Capital Management的事件再次凸显了不受监管的投资行为带来的风险，以及强有力的风险管理程式的必要性。耶伦对银行监管机构和银行体系弹性的信心表明，他的部门将采取措施防范未来的事件，并保护美国金融业的稳定。白宫当被问及 SVB Financial 时，对监管机构有信心。Reuters，在 SVB 金融集团倒闭后，白宫对美国金融监管机构表示了信心，这是自2008年危机以来最大的银行倒闭。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瑟西利亚·劳斯 （Cecilia Rouse） 表示，监管机构得到了政府的信任，美国银行体系比金融危机期间更强大。SVB 金融集团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大麻公司提供服务，并于周五被加利福尼亚州银行监管机构关闭。矽谷银行关闭后，没有保险的储户面临紧张的等待。Reuters， 矽谷银行 SVB 未投保的储户正在等待，看看他们是否会在上周银行关闭后收回损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 的1750亿美元存款中有 89% 可供偿权，其中一部分由风险投资公司和技术工作者承诺，因此面临住返还客户资金的挑战。以前，当大型银行倒闭时， FDIC 会找到其他公司来接管资产并保持存款完好无损。然而， SVB 的无保险存款金额相对较高，因为它专注于吸引需要手头现金的公司，这意味着未投保的存款人将获得接管证书。随着资产的出售，未来的股息支付可能会用于偿还未投保的资金，而有保险存款的账户将从周一早上开始全额可用。FDIC 表示，该银行的未投保存款金额未确定，反映了银行客户急于移除未投保资金。没有保险的储户通常是需要手头现金支付工资等费用的公司。矽谷银行的客户相对富裕，声音也相对较高，要求全额还款的呼声正在出现。美国国会议员会见美联储和 FDIC 讨论矽谷银行的倒闭。Reuters，包括美国民主党众议员 Maxine Waters 在内的美国立法者已经就 SVB 金融集团的倒闭与监管机构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会面。他们选与财政部举行了简报会。SVB 周五倒闭，导致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银行倒闭。SVB 的中国合资企业表示自己是独立的。Nikkei Asia， 总部位于上海的浦发矽谷银行是失败的美国银行 SVB 金融集团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合资企业。该公司表示，其运营独立于其美国母公司，其资产负债表是独特的，并且是单独融资的。此前，专注于初创企业的矽谷银行上周倒闭，
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银行倒闭，崩溃导致属于公司和投资者的数十亿美元陷入困境。浦发矽谷银行政府事务官员刘毅表示，其与矽谷银行的合作仅限于寻找商机，并补充说，瑞士监管机构的批准很可能只是一种形式。SVB 闪电崩塌震撼银行业。Reuters， 矽谷 SVB 金融集团的倒闭引发了102亿美元的监管费用，这可能表明资本充足的银行存在隐藏的弱点，并导致投资者怀疑和更严格的政府监管。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 前负责人希拉·拜尔 Sheila Bair 指出，拥有大量未投保存款和未实现损失的银行将受到特别审查。观察人士表示，对小型银行的信心下降可能是有限的，但仍可能促进更严格的审查。一些美国监管机构和行业消息人士表示，该银行的失败可能凸显出中型商业银行持有更多长期债务的必要性，而其他银行则提到扩大哪些银行需要接受市场价值核算。矽谷银行的倒闭始于降级威胁。Reuters， 矽谷银行 SVB 金融集团上周五遭受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银行倒闭。此前穆迪警告称准备下调该银行的信用评级。由于担心降级可能会削弱投资者和客户的信心， SVB 飞往纽约与穆迪和其他评级公司会面，并努力制定一项计划，通过出售超过200亿美元的低收益债券，并将收益再投资于提供更高回报的资产来提高其持有价值。然而，即将出售股票的消息吓坏了主要由科技初创企业组成的客户，这导致急于提取存款以及随后的银行倒闭。这次失败在加州的创业经济中掀起了涟漪，投资者想知道他们能收回多少存款，而初创企业则担心如何发放工资。SVB 动荡是轻松赚钱时代结束的痛苦迹象。Reuters， 美国利率上升影响了矽谷银行 SVB， 该银行本周宣布正在寻找新资金来抵消210亿美元亏损债券的出售。这一消息导致全球银行股暴跌。据说，随着储户越来越担心一些高增长科技和医疗保健客户的消费习惯，其他银行是否可能面临通过债券销售来弥补存款流出的压力，这也引发了人们的质疑。此外，本周 Alphabet、谷歌、亚马逊、Meta 和微软共同宣布失去近4万个工作岗位。整个行业的老牌科技公司也发布了盈利警告。Scoop 强调了其他4个金融行业将面临利率上升的压力。亲爱的不再是，该报告表明，即使在第一季度股价飙升之后，投资者也不太愿意在早期或投机业务上赌博，尤其是老牌科技公司现在正在裁员。违约风险。今年早些时候，标准普尔全球报告称，去年欧洲的违约人数是自2009年以来的第2高。他预计美国和欧洲的违约率将在2023年9月分别从2022年的 1.6% 和 1.4% 上升至 3.75% 和 3.25%。房地产这个市场被描述为已经破裂，今年房价将进一步下跌，部分原因是借贷成本上升。是什么导致了矽谷银行的失败？ Reuters， 矽谷银行最终倒闭是由于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始于美联储去年加息，这平息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因此作为矽谷银行重要客户群的科技创业行业受到了打击。这促使该银行的一些客户撤回资产以满足其流动性需求，并最终以亏本出售了210亿美元的债券投资组合，以弥补资金赎回。矽谷银行宣布出售22.5亿美元的普通股和优先可转换股票，
以填补资金缺口。尽管如此，在他们宣布之后，发现一些客户已经退出，导致股票销售崩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随后于上周五宣布矽谷银行关闭，并将其置于破产管理之下。失败的矽谷银行行长格雷格·贝克尔是谁？ Reuters。 矽谷银行前首席执行官格雷格·贝克尔 Greg Becker 已离开三藩市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加利福尼亚州的银行监管机构于2月4日关闭了该银行，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此类失败。就在一天前，贝克尔向客户保证银行是安全的。他30年前加入贷款人，从2011年开始掌舵。在此之前，他共同创立了该公司的投资部门 SVB Capital，并于2014年至2017年担任矽谷领导小组主席。加密公司 Circle 透露矽谷银行的 3.3 亿美元敞口。Reuters。 稳定币公司 Circle 在矽谷银行 SVB 拥有400亿美元硬币储备中的33亿美元。该银行周五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美国银行倒闭中崩溃。总部位于波士顿的 Circle 已将 Silvergate 持有的 USDC 储备存款的一小部分转移到其他银行合作伙伴。Circle 和 USDC 继续正常运行，而加密公司则在 Twitter 上否认接触 SVB。SVB 的倒闭是在加密银行 Silvergate 本周早些时候宣布将逐步关闭运营并自愿清算之后。加州监管机构关闭矽谷银行。Reuters。 加州金融保护与创新部关闭了矽谷银行，并任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为其接管人。截至2022年12月31日，SIVB 的总资产约为2090亿美元，总存款约为1754亿美元。这家拥有17家分行的分行将于3月13日重新开放，所有投保存款人将在周一上午之前完全使用其投保存款。矽谷银行成立于1980年代，旨在通过专业的银行和金融服务支持新兴的科技企业。矽谷银行的客户群包括机加技术和生物技术企业，这些企业的规模和复杂性逐渐增长。该银行投入时间和资源进行市场研究，建立了一个名为 Startup Outlook 的工具。此外，它还进行了大量投资，并与孵化器组织合作，为创新技术企业提供支援。此外，该银行还提供风险管理，旨在监督早期创业公司的成长之旅。虽然该银行的消亡是技术生态系统的损失，但 FDIC 的参与确保了对投保储户运营的干扰最小。该银行在关闭7天后重新开业的事实证明了 FDIC 危机管理协议的稳健性。这些协定是通过与州监管机构、美联储和银行合作制定的。SVB 关闭在矽谷引发冲击波，因为首席执行官们竞相赚取工资。Reuters。 矽谷银行已被加州银行监管机构关闭，原因是其投资持股价值大幅下降和提款请求激增。消息人士称，该银行正在寻求出售。在矽谷银行拥有资本的初创公司在听说他们的资金将在周末被锁定后，竞相提出支付工人的计划。Sapphire Ventures 总裁 Jay Doss 表示，他的投资包括 Box 和 LinkedIn。风险资本投资者正在讨论针对那些资金被 SVB 困住并努力处理员工和供应商工资单的初创公司的解决方案，包括向投资组合公司提供信贷额度。另一家金融科技初创公司 Brex 表示，他正在向初创公司客户提供紧急过渡信贷额度，以支援薪资和其他运营支出需求。美国银行股因监管机构关闭 SVB Financial 而增加损失。Reuters。
自2008年以来，美国银行业最大的失败引发了其他银行股东的担忧，尤其是该行业较小的区域运营商。SVB 金融集团被加州监管机构接管，任命 FDIC 出售其资产，凸显了对银行业隐藏风险的担忧。结果，过去2天，美国银行的市值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欧洲银行损失了500亿欧元。地区银行指数下跌了 6%， 增加了最近几周的损失。尽管标准普尔500银行指数本周下跌，但下跌缓解了对美联储下次会议大幅加息的担忧。矽谷银行 CEO 向心情沉重的员工道歉。Reuters， 矽谷银行 SVB 首席执行官格雷格·贝克尔 Greg Becker在公司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后向员工道歉。贝克尔在给员工的视频资讯中表示，周五事件发生前的48小时非常困难，将贷款人的困境归咎于涉及金融科技公司的商业银行业务激增。SVB 现已成为今年第4家倒闭的美国银行，此前 Cornerstone、Dominion 和 Trust Bank 也在2021年破产。贝克尔表示，他正在与银行监管机构联络，为这家受灾银行寻找合作伙伴，但承认无法保证达成协定。FDIC 已经表示，他将正常执行 SVB 的交易，包括存款利率和余额，而其核心银行业务将继续运营，直到确定买家。该银行声明补充说， SVB 遇到了困难，因为最近其与金融科技客户的高风险商业贷款和存款活动显著增长。SVB 是一家专业贷款机构，专注于为初创企业、中小企业和金融科技企业，包括 Coinbase、Robinhood Markets 和 Lemonade 提供银行账户、信用卡和贷款。它在全球设有30多个办事处，正式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受 SVB 倒闭造成的影响的机构包括高盛、Goldman Sachs， 该公司向创业银行提供了1亿美元的未偿还贷款。穆迪下调矽谷银行 SVB Financial 的信用评级。Reuters， 穆迪下调了 SVB 金融集团 SIVBO 及其银行子公司矽谷银行。他们对银行长期本币存款的信用评级已从 A 下调至 CAR， 而发行人评级已从 Baa1 降至 C。 该评级机构的举动是在标准普尔全球当天早些时候将其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状态之后，预测 SVB Financial 可能会破产。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市场对这一宣布反应迅速。SVB Financial 于2023年5月到期的 3.25% 高级债券对美元下跌超过 9% 至 68.5 美分，收益率大幅上升。他们发行的其他债券也走低。这一急剧下降是由于整个金融部门对冠状病毒爆发的潜在影响的担忧加深。矽谷银行是科技行业许多初创公司的早期贷款机构，其中许多初创公司现在首当其冲地感受到大流行造成的市场低迷。评级下调意义重大，因为它凸显了在当前动荡中重点关注科技行业贷款的银行可能会发生什么。这一消息对矽谷银行的声誉造成了打击，并可能向其他银行发出严厉警告。鉴于 COVID-19 危机，他们可能需要开始调整风险模型。太阳能公司 SunNova 和 Sunrun 揭示了矽谷银行的风险敞口。Reuters， Sunrun 已向投资者证实，他在矽谷银行 SVB 持有近8000万美元的现金存款，并且该银行是其2项信贷设施的贷方。然而，该公司表示，其对 SVB 的敞口并不代表我们流动性状况或我们发展基金的重要部分。SunNova 还透露 ，SVB 是其一家子公司的贷款人，但他在该银行没有现金存款或证券。
它的反向杠杆设施下有1500万美元的无资金承诺，这是它进入的3个仓库设施的一部分，总承诺额为13.5亿美元。这家专注于初创企业的加州金融家在过去7年中将其分析师扩展到了大约3000家初创企业，从而使 SVB 的客户群大大多样化。他在财务荡落后崩溃，并在去年首席信贷官辞职后股价大幅下跌。SVB 破产时拥有超过70亿美元的资产和55亿美元的存款，使其成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银行倒闭。他从几家著名的金融科技公司获得存款，包括 PayPal、Robinhood 和 Coinbase。该银行与技术和太阳能行业的联系凸显了替代能源公司在融资方面面临的持续挑战，尽管该行业表现良好。雷蒙德·詹姆斯 Raymond James 分析师帕维尔·莫尔恰诺夫 Pavel Molchanov 表示，尽管太阳能行业在大流行期间的表现优于其他行业，但当电力需求下降时，情况总是如此，因为太阳能基本上没有燃料成本。英格兰银行将矽谷银行的英国分支机构限权。Reuters 据报道，英格兰银行在其母公司 SVB 倒闭后申请了18亿英镑 21.7 亿美元的流动性后，已经将矽谷银行的英国分支机构限权。监督 SVB UK 的监管机构认为，在美国银行监管机构收购后，该部门不能作为独立业务运营。而英国矽谷银行表示，它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其独立董事会与母公司和其他子公司隔离开来。英格兰银行和 PRA 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SVB 在股票销售失败后争夺期权来源。Reuters 据报道，SVB 金融集团正在考虑出售以技术为重点的银行部门。此前该公司最近试图通过股票出售筹集资金失败。在一些客户提取存款后，该银行一直在探索所有融资选择。据说 SVB 正在与顾问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谈判，看看它如何获得资金。这家以技术为重点的银行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扩张，这得益于向科技初创企业提供贷款和其他银行服务的成功。该银行的市值为93亿美元，受此消息影响，股价下跌超过 1%。SVB Financial 仍然是美国最赚钱的银行之一，最近几个季度的业绩得益于收费驱动的商业模式以及对技术和生命科学行业的关注。SVB 崩溃引发因担心传染而急于采取防御选择。Reuters 周五，防御性期权合约的交易活动飙升。此前 SVB 金融集团股价下跌加剧了对该银行稳定性的担忧，导致该行业遭到抛售。一家监管机构周五关闭了矽谷银行，并任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接管人。SVB 的股票在盘前交易中暴跌多达 66% 后停牌。随着该行业许多股票大幅下跌，交易员纷纷进行防御性押注，例如 SPDR与 P-Bank ETF 的30天隐含波动率期权。虽然 SVB 的麻烦目前似乎与该公司有关，但监护人似乎对他们可能对更广泛的行业造成不好的预兆。SVB Financial 希望出售自己。Reuters 矽谷银行 Silicon Valley Bank 是 SVB 金融集团 SVB Financial Group 旗下的一家，据说在未能从投资者那里筹集超过20亿美元以填补其资产负债表上的漏洞后，该公司正在寻求出售自己。SVB 股价周五下跌 21% 至 230.64 美元。该公司为初创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提供商业银行服务，其命运往往会随着更广泛的科技生态系统而起伏不定。其第二季度业绩显示，
在拨出更多资金来弥补冠状病毒大流行产生的坏账后，净收入下降了 40% 至 141.1万美元。CNBC 表示，美国金融监管机构货币监理署 OCC 几个月来一直在调查该银行对电汇的控制，并提醒该银行在7月底收紧这些控制。代表中国游戏公司 Bluehole 客户的律师也向美国监管机构提起了针对 SVB 的诉讼。2020年一直在推动出售的银行数量明显增加，几家银行在受到冠状病毒大流行累积的坏账的打击后，不得不筹集资金。根据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7月的一份报告， SVB 的主要业务风险调整后收益率高于传统贷款。该银行从2009年到2019年增长迅速。第一共和国西方联盟平息 SVB 崩溃的传染担忧。 Reuters 第一共和国银行和西部联盟宣布其存款和流动性保持强劲，因为银行监管机构在股票出售失败后关闭了 SVB 金融集团，这引发了对行业流动性危机的担忧，并影响了银行股。西部联盟透露存款总额为615亿美元，并表示由于季节性因素，预计到第一季度末利润将适度下降。FRC 银行表示，其投资组合账户仅占总资产的 15%， 而与技术相关的存款占总资产的 4%。 低债券压载水准有助于公司在不确定条件下的福利。查看 SVB 崩溃引发全球银行股下跌。 Reuters 科技贷款机构 SVB 金融集团的股票出售失败，导致全球市场涟漪，银行股票暴跌。 SVB 的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下跌 66% 后停牌，导致人们对银行业的风险及其对不断上涨的资金成本的脆弱性的担忧。欧洲斯托克银行指数下跌近 5%， 反映了自2022年6月以来的最大单日百分比跌幅，而标准普尔500指数和其他金融指数则受到重大打击。评论人士认为，投资者的担忧过于过度，投资者可能对高存款流出和转变组合持谨慎态度。银行陷入全球溃败， SVB 危机吓坏了投资者。 Reuters SVB 金融集团股价暴跌 66%， 对盘前交易产生了灾难性影响，最终支撑了全球银行市值的灾难性下跌。在股票以这种方式崩溃之后，美国和欧洲银行的股票大幅下跌，标准普尔500银行指数也是如此，周四下跌 6.6%， 周五再次下跌。广泛的抛售与对银行业风险的担忧有关，并避免了立即蔓延的风险。SVB 是美国科技行业的主要银行合作伙伴，但当一篮子债券亏本出售以满足储户对现金的需求时，他陷入了需要筹集新资本的不幸境地。SVB 的问题凸显了宽松货币结束给银行带来的风险，以及持有美国政府债券等资产的风险。欧洲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地区的类似问题也与投资者日益担心银行将容易受到成本上升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相一致，甚至可能出现存款提取。这强烈表明行业盈利压力持续存在。SVB 金融集团的事件为现有投资者对银行体系杠杆率的担忧提供了背景，并加剧了全球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的时间。去年，全球借贷成本以数十年来最快的速度上升，随着通胀居高不下，整个行业都对利率进一步上升感到担忧，尤其是在更广泛的经济脆弱性持续下去的情况下。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 是德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在上次金融危机中救助后部分归德国政府所有。他认识到了这些担忧，但发表声明向利益相关者保证，他没有看到相应的风险。加州科技银行播下了全球对资金成本上升的担忧。Reuters 矽谷银行
SVB 因出售一篮子债券以满足储户对现金的需求而损失18亿美元后，争先恐后的抢注资金，这刺激了全球银行股的暴跌。虽然 SVB 案例可能是例外，但银行可能面临与风险资本客户需要现金相同的风险。如果他们无法在其他地方筹集现金，这可能导致他们从银行提取资金。Lombard Odier Investment Managers 宏观主管 Florian Ilpo 表示，虽然系统性风险到目前为止只有震颤，但随着我们的进展，投资者需要格外谨慎。过去几天，由于通胀居高不下，对加息的压注有所增加。以上是本期华尔街简报的全部内容，谢谢您的关注，请关注六度世界3w.6do.world 的最新动态。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